如果能不刨墙就修好的话，谁愿意这么干呀？好好的墙全都得砸了。电断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主公小米。客户家厨房的下水管以前是改过的，改到墙里边了，现在漏水。我们到外边看一下，已经渗透到墙外边了，墙皮都有点发霉了。业主说他判断呢是从上到下这个地方应该都漏，以前还有补过的痕迹，上面也有发霉的情况，下面也有。我们先把橱柜的底板切开一块，因为下边漏的最严重，而且时间呢已经持续很久了。拿掉这块木板，下面的漏点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。这管是当时装修的时候把它改到墙体里面的。看这个管的后面，看这个痕迹啊，这个漏的时间可不止3个月2个月了，小飞虫满天飞。大家仔细看这个位置啊，上下的瓷砖颜色是不一样的，这可不是贴的2种砖啊，砖是一样的砖。从橱柜上来，这个砖一直往上看，一直到上面的这个排水管，到这个位置呢，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下面的这个砖颜色偏深，这就是被水泡过的。所以我判定漏水点应该不会高于这2块砖以上。那我们对这2块变了色的砖开始下手。先把这2块砖切开来看一下，因为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检修口，漏水的概率呢比较大。客户原计划的想法是墙里面的管已经漏了，打算不用了，从顶上直接接一根管下来，但是它下面正对着水槽，而且上面还有吊柜，整体要改的话那个成本太高了。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找到了漏水点，而且能修复好的话，这个钱就省下了。刨这个洞小心翼翼，害怕铲到下水管。现在已经刨开了，看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漏得很严重。但是我用手摸上边这个接口的位置呢，特别的干净，没有漏水的痕迹。那么我们判断漏水点就在这里。打开这个检修口，从里面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，没有明显的裂痕或者漏水点。要想看得清楚，跑到楼上的邻居家，打开他家的水龙头，上面放水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漏点就现身了，这个水还冒的呲呲的。这也证实了我们的判断，漏水点就在这个位置。下一步呢，计划维修，把下边的水泥呢全部都刨掉，在这个位置呢要预留出我们维修的空间。上面紧挨着橱柜的地方，这10公分也给它切掉吧，不然我们维修的空间呢有点不够。放水的时候呢，仔细也观察了，只有上面一个接口漏，下面的几个接口没有漏的，所以我们尽量维修的越短越好。把这个3通切下来呢，我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下水管堵了或者漏了，都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儿。看这个位置，长长的一道裂痕，这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？难道是没有伸缩结，然后长时间热胀冷缩拔开的吗？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的话，我们这一次维修呢，还必须得用上一个伸缩结，那问题不就完美解决了吗？加装一个伸缩结长度不够，我们要做一个延长，做了一个直通。下面的管口可不是我没处理干净，是长时间漏水已经变色了。空间有限，刷胶的位置不太好刷。上一次接 PVC 管的时候呢，大家问你用的是什么胶呀？像我们买这些 PVC 管件的时候呢，那个店铺里面都会有这种专用的 PVC 胶水。拧这种塑料管件的时候呢，总是不敢放大力，总怕给它拧坏了。搞定了，清理一下垃圾。现在我们要到楼上呀，放水再测试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在漏了。它是防水的啊。让楼上反复的多冲几次水，趁这点时间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呢重新补一下，
客户呢重新搞了2块砖回来，这个颜色虽然有点误差，但是在橱柜里面也不碍事儿，都能用。这个砖呢也是3060的瓷片砖，这种砖是非常好切割的。墙体裁切划线的时候呢，也是靠了一个柜板，然后盲画的，没有规方，所以我们裁的这个砖呢略小一些，小一点好干活呀，直接就放进去了，不用2次裁切了。里面也不用水泥再重新涂抹了，找的结构胶，用结构胶直接粘上去。20多年的老房子了，客户也不要求多么的美观，其实省钱实用就好。结构胶还有很多，就用这个结构胶把瓷砖的缝隙呢再给它补上，这样粘接的效果不是更好吗？不是我避而不谈，而是这个没有可讨论的价值，没有意义。每个人处在的城市1、2线、5、6线，还有你工作的经验，你工作了多少年，还有你干活的速度快与慢，因素太多了。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说这个价格，然后大家就盲目的去参考。我个人只要不是常规的活，我干这种活的话，都会根据我工作的时间，然后按我的工时去算，我折合一个工时是多少钱来给客户报价。